大家频道是英大吉。一名来自英国的集团高管，一名来自中国县城的导购员，一次意外怀孕，让两个世界的人紧紧联系在一起。但这段温馨浪漫的跨国之恋，却因为捉奸而彻底粉碎。不断挥舞的尖刀之下，夺走了爱人的性命，也让两个孩子的命运成为了中英两国关注的焦点。近3年的抚养权拉锯战，两个混血儿又该何去何从？今天就带你关注这一起充满争议的跨国恋之悲剧。麦克辛普森1982年出生在英国多塞特郡的中产家庭，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父亲是企业高管，生活优渥富足，全家都是桑德兰队的铁杆球迷。工作之后，麦克成为了英国某服装品牌的集团高管。麦克的生活模式也因为工作发生了改变。2009年，集团为扩展中国业务，27岁的麦克被派遣到上海，主要负责购物网站和运营，也经常在线下的店面展开工作。麦克对工作充满热情，性格开朗，和同事们相处得很愉快，也在这里认识了一个特别的女孩，就是在店里担任童装导购员的傅薇薇。这两人很快相恋，而且这段恋情进展很快，快到双方的家人都猝不及防，也快到两人对彼此还不够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同居在一起。傅薇薇很快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外人无法知道他们相处的点滴，但两人都选择了承担责任，然后也在这年奉子成婚。傅薇薇1987年出生在湖北襄阳的南漳县，上面还有一个哥哥，家境并不富裕，父亲修理自行车，母亲打零工来维持生计。他初中毕业后就开始步入社会，16岁就到上海闯荡。坚韧的性格加上几年积累的工作经验，他入职了那家英国时尚品牌的店面销售，也就是导购员。命运的安排让22岁的他和麦克在上海相遇，一个出身英国中产，在中国收入不菲，另一个还在基层奋斗，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惘。就这样，两个世界的人产生交集，并且碰撞出爱的火花。一场浪漫的跨国之恋就这样很快有了结果。据说傅家人对于这段感情颇有微词啊。首先，当然就是未婚先孕的情况下就登记结婚啊，之后就是一些所谓彩礼啊、婚房什么的也就没有啊。那两人登记之后呢，就租住在上海的一间公寓。但也因为傅薇薇家里条件有限啊，多年来家人对她的照顾不够，22岁的她能早点完成一桩人生大事，有了依靠，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于是两人就这样生活在一起。傅薇薇辞掉了工作，在家准备生产。2010年，他们的大儿子杰克出生了。根据这张照片来看呢，两人是杰克出生之后在英国举办婚礼，具体的婚礼时间不得而知。傅薇薇的社交平台显示是2011年，她会经常上传儿子的照片。在英国，傅薇薇和麦克一家生活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外出游玩，麦克也会带她去观看桑德兰队的比赛。公婆对这个中国儿媳也很照顾，还会在社交平台和她互动。这段跨国婚姻的平静背后，也经受着很多考验，比如不同文化背景下在婚后的生活模式，又在没有充分相处的前提下结合。那年轻人爱的冲动啊，认为所有困难都是暂时的啊，在真爱面前都是问题不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种文化和不同性格的磨合之下，就会让表面平静的生活暗流涌动。尽管在英国期间呢，傅薇薇会长时间和麦克家人待在一起，可麦克的父亲伊恩对他的印象很一般。主观上感觉傅薇薇是一个很自我的人，感觉他不是很乐意融入到这个家庭中。平时的家庭活动啊，他只会坐在一边玩手机，不会主动交流。那这种看似消极的态度，就让人感觉有隔阂。因为生活理念和文化背景的缘故啊，夫妻两人的问题很快就出现啊，就是两人觉得没有什么共同话题，平时聊天呢都很难在一个频道上。那根据麦克家人的说法，这对夫妻关系中，傅薇薇是一个很迷恋物质的女人，渴望过上物质充裕的生活。她很喜欢出去玩，需要花很多钱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但是因为麦克的能力没有达到她的预期，或者对他的生活方式表达不满所以两人就因为经济问题发生了矛盾。然后麦克才知道妻子会难以控制自己的脾气。在一次争吵中，傅薇薇顺手把手中的盘子砸向丈夫，导致麦克的额头留下了一道伤疤。当麦克的父亲得知后，建议他重新审视这段婚姻。麦克说，我们之间的问题只是他存在暴力倾向，毕竟呢，没人喜欢吵架和伤害对方。
或许矛盾只是一时的。那就这样，夫妻两人依然共同为这段婚姻付出努力。因为麦克工作的关系，两人还是要在上海生活的。于是麦克继续自己的工作，傅薇薇继续照顾家庭，并在2012年又生下了女儿爱丽丝。一双儿女给这个家庭增添了很多欢乐，但这种短暂的幸福很快又被夫妻两人无法兼容的性格、巨大的文化差异所导致的多次矛盾所磨灭。生活中他们越来越无法理解对方，吵架也变得愈发频繁。直到女儿出生2年之后，麦克认为无法再继续这种生活，就做了决定。2015年，他向傅薇薇提出离婚，但傅薇薇态度坚决，就是不同意，所以麦克就提出分居。那2个孩子和自己生活，每月都会给傅薇薇支付一笔生活费他可以每周探视。傅薇薇也认同了这个方案就签署了一个协议。那2人就此分开生活，麦克也拿出了更多时间陪伴孩子，把他们送去上海国际学校读书，还会到各种地方游玩，偶尔也会带孩子们回英国。麦克会记录这些美好瞬间，上传到自己的社交平台。他的最后一条动态是2016年8月和爱丽丝的合影。很长一段时间2人都相安无事，原本以为他们找到了一种适合的生活方式，但这种和谐都因为一个人的出现被打破了。麦克认识了一位从英国留学归来的同事，叫林静。林静因为有过长期在英国生活的经历，所以他们之间的话题就很多。很快，麦克就对他产生好感，并展开了追求。但林静知道他是有妇之夫，所以拒绝。那麦克说，他和妻子分居都快2年了，很快就会办理离婚手续。那林静经过慎重考虑觉得麦克确实不错，于是2人就开始交往。经过一段时间后，林静就搬到了麦克家，与麦克和他2个孩子一起生活。当然，这一切傅薇薇并不知情。那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了端倪。2017年3月20日，傅薇薇照常来带孩子们出去玩，结果在麦克家的沙发上看见了一个女士包。他认为这基本就坐实了麦克的出轨行径。在还没有离婚的前提下，丈夫竟然已经和其他女人搞在一起，并且还让小三和自己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这让她难以压抑心中的怒火。那马上集结了自己的2个闺蜜计划就在这天晚上一起去抓小三一个负责拍照，另外一个负责录像，自己就负责当面羞辱这对狗男女，然后痛打小三一顿。这2个人把这些记录下来，让他身败名裂。晚上8点左右，傅薇薇确认2人都在家，就带着2闺蜜一起去捉奸。她带着一个手提包，说里面是自己和麦克的结婚证，但那2人不知道这里面还藏着一把尖刀。随着一阵急促猛烈的敲门声，麦克打开了家门，还没等反应过来，几人就冲进去，看到了林静。3人是劈头盖脸一顿臭骂，麦克也感到非常不满那在他看来，2人已经分居，就不应该再干涉彼此的生活。但作为妻子的傅薇薇当然听不进去，毕竟2人还没离婚，而且这小三也是中国人，和你厮混在一起还有什么好说的？就准备上前去撕扯对方。麦克直接就护住林静。当傅薇薇看到林静依偎在麦克身边的时候，彻底愤怒了他直接拿出刀朝林静刺去。林静的右臂被割伤，鲜血直流。麦克为了保护林静，直接把她抱住，大喊叫救护车。可这个举动再一次刺激到了傅薇薇，她再也无法控制情绪，手里的尖刀再次刺向挡在自己和情敌之间的丈夫。最终麦克身中4刀，当场倒地不起。一切发生的太快傅薇薇的朋友都没能及时阻拦。林静的右臂受到重伤，而麦克因为2处致命刀伤当场身亡。事后，傅薇薇的同伴拨打了急救和报警电话，他没有逃跑，一直等到警察赶到现场。事发的时候2个孩子正在房间里熟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可是，一觉醒来，他们的世界将彻底发生改变。傅薇薇的冲动夺走了麦克的生命，也注定给下一代造成无法抚平的创伤。这场婚姻的破裂是2个人的共同失败这种闪婚就注定会有很多潜在问题将在未来浮现，又不顾很多客观因素对跨国婚姻的影响，没有做好对这段感情所要面对困难的充足准备尽管为了维持下去，2人也做了很多努力，
但很显然还不够。婚姻走向消亡不仅仅是一个人能造成的，很显然麦克是了解婚姻法的，在傅薇薇拒绝离婚后提出分居，并且签署协议证明分居的事实。因为婚姻法中有说明，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的一方提出离婚后经调解无效，法院应准予离婚。那分居2年也是离婚的必要情形之一到时候即便傅薇薇不同意，离婚也已成定局。但从事后傅薇薇的态度来看，他还是不想离的。那麦克说两人已经分居，不应该干涉彼此的感情，所以事后有人说这是因为文化背景不同这类这种说法不对。舆情呢，如果两人感情完全破裂离婚已成定局的前提下，那或许从个人角度出发确实没有必要去理会对方的私生活。所以很多公众人物被曝出轨之后呢，为了挽回形象，都会说已经和对方协议离婚，已经分居对方也不在乎。但傅薇薇显然是很在意的，并且态度很强烈。于理呢，这个在法律没有认定离婚之前，分居期内与第三者同居就属于有过错一方这和东西方文化无关如果追究起来，这就等同于出轨，离婚官司中会被对方索赔本就拒绝离婚的傅薇薇认为这种情况就是丈夫出轨小三但确实因为她对生命的蔑视和不计后果，直接酿成了这种惨剧，夺走了丈夫的性命，还导致一人身受重伤，彻底让这个家庭支离破碎。而这个事情的后续，也就是2个孩子的命运，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麦克的父亲伊恩很快就得知这一噩耗，马上启程飞往上海。当他看见已经没有了呼吸的麦克，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但突然又意识到2个孩子杰克和爱丽丝不知去向。原来在案发第2天，傅薇薇的父母就把他俩给接回了南漳老家。为了商议2个孩子的抚养权问题，伊恩一直想办法联系对方，但却苦于没有联系方式。他也给傅薇薇的哥哥发过消息，可对方不曾回复，所以2个孩子一直由傅家人抚养。伊恩也聘请了律师进行协助，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取得孩子们的抚养权，计划把他们带回英国。傅家人态度也十分坚决，坚决不让伊恩和孩子见面他们告诉杰克和爱丽丝，父亲麦克回英国了，不再回来了就是不要你们了，爷爷奶奶也不会再来看你们的。类似这种话，这看似善意的谎言却让麦克的家人感到愤怒。他们的这个做法无疑是在毁灭麦克的形象。所有人都知道麦克最爱的就是他的子女亲人们虽然远在英国，却也无时无刻挂念着杰克、爱丽丝。麦克的离开已经让这个家庭支离破碎，如果再失去2个孩子，那无疑会是更为沉重的打击。不让他们和孩子见面，更是不公平和自私的做法。但无论怎样联系对方，却始终没有回复，只能通过双方的律师进行必要的沟通。2017年11月，案件开庭前，傅家人开始主动联系伊恩，希望他可以出具谅解书以减轻对傅薇薇的判罚。但伊恩拒绝了，他不可能原谅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更不可能出具什么谅解书这时候呢，傅家人为了傅薇薇能减轻量刑得到对方的谅解，他们终于同意伊恩可以和孩子们进行一次5小时的见面。2018年3月，伊恩和妻子终于再次和孩子们相见。当然是在傅家人的全程监督之下。傅薇薇的父亲还提出希望伊恩来支付这1年来傅家人对这2个孩子抚养所产生的费用，这让伊恩感到无比荒谬，并严词拒绝。孩子们的变化让伊恩感到有些难过。从英国和上海优越的生活环境到一个普通县城，国际学校的双语教育到一个普通小学，1年的时间，2个孩子的性格和形象都不可避免地被环境所影响。他们已经很难理解伊恩说出的英文。伊恩拿出麦克和孩子们的照片集给他们看，他不知道孩子们的内心是如何看待已经消失的父亲，可兄妹俩却再也掩藏不住对父亲藏在内心的思念，流下了眼泪。伊恩知道，如果再这样下去，孩子们对父亲的记忆会慢慢消失，必须要做些什么。他迫切希望能把2人带回英国，让他们接受更高质量的教育，也能充分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坚信可以把他们照顾得更好。所以他做出妥协，表示自己可以给在狱中的傅薇薇出具谅解书，以帮助他减刑，放弃民事赔偿，并拿出1万英镑给对方作为补偿。
但夫家人拒绝了，因为在狱中的傅薇薇提出希望孩子们在成年之前每年都能来中国探望母亲一次，可担心孩子们去了英国后呢，就无法切实履行每年回国探望一次的要求。傅家人提出让伊恩准备一笔保证金，还拟了一份傅薇薇孩子回国探亲费用明细表，表中预先列出了杰克和爱丽丝回国探亲，以及将来傅薇薇出狱后去英国探望孩子时产生的费用其中包括交通费住宿费、餐饮费、签证费等等，总计62000英镑，这个约合人民币55万余元外加谅解书，只要钱到位，孩子你领走。但对于这笔钱呢，因为伊恩的拒绝没有达成共识伊恩认为他已经选择了谅解杀害儿子的凶手，就不应该再拿出如此高额的一笔所谓保证金，认为这就是用孩子来要挟自己并用他们来换取经济利益，和贩卖儿童有什么区别？虽然可以给钱带走孩子，但他拒绝以这种屈辱和无法接受的方式，也拒绝对傅薇薇出具谅解书。2018年7月9日，案件一审判决中，傅薇薇被判处无期徒刑，赔偿死者家属人民币15万余元，赔偿受害者林静人民币29万余元。而关于2个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伊恩继续选择上诉，但现实情况，孩子和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的时间越久，对于他取得抚养权更为不利。他很不理解为什么作为死者家属自己这么被动，那加害一方的家属反而却拥有更多的权利。那后续伊恩多次往返于2国打官司但进展十分缓慢。他知道这样下去，孩子们已经习惯了和夫家人在一起生活，最终法官会判决让2个孩子永久留在中国。为了尽快取得一些进展，他不得不再次进行调解。2018年12月26日，傅家终于由孩子外婆作为代表签署了放弃爱丽丝抚养权的同意书。6岁的爱丽丝由伊恩带回英国生活，8岁的杰克继续留在湖北南漳，20年后照顾出狱的母亲傅薇薇。伊恩支付给傅家1万英镑作为爱丽丝抚养费的补偿，约定双方每年可进行1次探望，所有产生的费用由伊恩支付。12月28日，兄妹2人短暂的相聚过后，在南漳县一家酒店告别。杰克哭着哀求大人们不要让爱丽丝离开，律师要求伊恩带上爱丽丝尽快跑上车，防止傅家人反悔。经过8小时的火车回到上海，登上了最快飞往英国的航班。期间呢，爱丽丝也多次说想回去找哥哥，但兄妹2人的分别已成定局。2019年1月，爱丽丝到英国后，伊恩根据心理咨询师的建议，在爱丽丝问到父亲的时候，用最平和的语气告诉她麦克已经去世，也仅限于回答问题本身。那兄妹2人每周都会进行2次视频通话。爱丽丝得知杰克已经去监狱探望过母亲，所以他就关联到了去世的父亲，问伊恩是不是母亲对父亲做了不好的事情。伊恩没有选择说谎，告诉他是的。他也没有妖魔化傅薇薇的形象，只告诉孩子发生了什么。爱丽丝问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做？伊恩说人们会有愤怒的时候，而非常不幸的是，他在怒火之下做出了远在合理范围之外的举动。那相比之下，伊恩不清楚傅家如何让杰克接受这个事实。爱丽丝很快适应了英国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在和杰克联系的时候，告诉他你应该来这里生活。伊恩也为杰克准备好了一个独立的房间。他没有放弃带回杰克的最后希望，并还在为之努力。2019年9月4日，伊恩写了一封信给傅家人，信中请求对方履行去年12月的调解协议上的内容，提供这年去探望见面的机会，并提议将4万英镑汇入傅薇薇的银行账号，这样多年以后他出狱可以用这笔钱暂时解决养老问题，希望以此换取杰克的抚养权。但信发过去很长时间却杳无音讯，他们用行动拒绝了兄妹相聚和杰克到英国的机会。这是案件之后关于2个孩子抚养权的故事。伊恩接受了媒体采访，那段时间呢，在英国也很受人关注，还有人发起募捐，希望帮助他带杰克回家。而2019年的9月之后，网络上已经无法查到任何事件的进展。那我也追踪了伊恩的社交平台，发现他是一个热爱户外运动、喜欢记录家庭生活的人。可是从2019年9月之后，仅上传过1张带有爱丽丝的照片，至今没有再发现过杰克的身影。或许从那1年之后，兄妹2人就没有相聚过。
否则伊恩必定会记录那个瞬间，告诉所有关心此事的人。可以推断呢，杰克还在南彰县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而期间到底发生过什么，就只有他们2家人清楚了。那年过70的伊恩和妻子都已经退休，他们为了抚养权问题付出大量的金钱和精力。这多年夫妻2人在律师和前往中国的各项花费近10万英镑，却没能带走杰克，这让他感到很难过和内疚。但关于这个抚养权的分配在法律上已经是完成了。从这个角度出发呢，想再次要回杰克的抚养权，如果对方不同意的话，是不可能实现的。由此，兄妹2人天各一方，似乎也成了不得不接受的现实。伊恩做了一本叫《Dear Jack》的画册，画册里面呢有杰克父母的结婚照和生活照，杰克小时候的照片，辛普森和富家人的照片，以及写下了麦克的成长经历和在他身上发生过的事情。伊恩希望有机会送到杰克的手中，以此来弥补杰克的生命中所缺失的那些记忆。可无论怎样呢，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希望已经离去的麦克可以满意这个结果，福薇薇在狱中可以救赎自己曾经的罪恶，兄妹2人也能拥有各自精彩的人生。那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最后别忘了点赞支持大家有心的了，拜拜。